朋友们，大家好。美欧西方一直在打被西方冻结的约3000亿美元俄罗斯资产的主意。由于美国不好亲自出面，否则全世界对美元的信用就会崩溃。于是，美国的走狗欧洲终于出手了。今天，德国媒体德国国家电视2台报道，欧盟计划对俄罗斯资金下手，欧盟将把冻结的俄罗斯资金的收益用来援助乌克兰。我们来看看该报道。欧盟各国已扣押了俄罗斯央行的2000多亿欧元。现在，欧盟正在商定一项计划，将其利息交给乌克兰。配图说明，欧盟官员强调，该计划并非没收俄罗斯资产。欧盟正准备利用从保管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金中获得的收益来援助乌克兰。正如欧盟理事会现任主席国比利时所宣布的那样，27个成员国的代表于周一晚间就相关提案达成了一致，现在只需将其正式化，然后通过书面程序正式通过。据外交官称，商定的程序设想作为第一步，确保将保管的俄罗斯央行资产的额外收入单独进行处置，部分资金将交给乌克兰。第二步，计划将部分资金转给受到俄罗斯攻击的乌克兰。不过，这还需要制定进一步的法律条文。据估计，每年可能会产生数十亿欧元的收益，因为据欧盟委员会称，俄罗斯央行有2000多亿欧元被冻结在欧盟境内，而保管资金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视频说明寡头和对普京金融精英的追捕。2023年10月，位于德国特根湖畔的别墅遭到搜查，拿走了文件，扣押了豪车，利息收入达数十亿欧元。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金融机构欧洲清算公司 Euroclear 最近宣布，仅去年前9个月，该公司就因对俄制裁获得了30亿欧元的利息收入。欧洲清算公司是欧盟迄今为止保管俄罗斯中央银行资产的最重要机构。欧盟官员强调，该项目最初仅涉及欧洲清算公司因欧盟对俄罗斯央行的制裁而产生的计划外收入，因此目前还没有计划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没收。视频说明，俄罗斯寡头被视为普京体制的获利者，尽管欧盟实施了制裁，但仍难以追查他们的资产。担心俄罗斯进行报复，法律问题和可能的报复措施被认为是原因之一。莫斯科去年已经警告欧盟不要没收俄罗斯国家或俄罗斯公民的财产，例如，可以想象欧盟国家在俄罗斯运营的公司届时也可能被强行没收。此外，直接动用俄罗斯资产还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和投资者对欧洲金融中心失去信心，并从欧盟撤回资产。好，朋友们，以上是德国国家电视2台的报道。前面报道提到，每年可能有超过30亿欧元的收益，即使都交给乌克兰，对于该国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因为每天打仗的开支约2亿美元，也差不多2亿欧元了。30多亿欧元只够乌克兰挥霍最多20天。西方现在简直到了毫无底线、不要廉耻了，强盗还是强盗，不管以前伪装的多好。凭什么没收人家俄罗斯寡头的资产？他们参与了俄乌战争吗？如果这样，当年以一管洗衣粉为由侵略人家伊拉克，是不是全世界都要没收西方国家以及西方寡头的资产呢？真的，强盗抢东西，连一个理由都不要了。欧盟官员强调，目前的计划仅涉及被冻结俄罗斯央行资产的收益，还没有计划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没收。潜台词就是接下来会没收了。目前没有法律支撑，这个很容易解决，临时颁布新的法律就可以了，不就是一块遮羞布吗？俄罗斯财长及外交部长均表示，如果欧盟这么做，俄罗斯将采取反制措施，因为俄罗斯也冻结了欧盟在俄罗斯的资产，到时只会两败俱伤。欧盟也正是愚蠢的一群混蛋，乐于出面当美国的打手，牺牲自己欧盟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如果欧盟敢没收俄罗斯2000亿欧元资产，那么对欧元的信心也就崩溃了，欧元也会直接完蛋。难怪美国不敢亲自出面这么干呢。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称欧盟领导人是一群小偷，欧盟不是为了自己偷，而是为了太平洋彼岸的那个世界恶霸。看来欧盟这是要撞南墙的地步呀。我们现在来看看网友们的评论，这是德国电视2台推特官方账号上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基于价值观的西方已经堕落为强盗，显然他们根本不在乎世界上其他人的看法，座右铭是一旦名声扫地，就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普京最近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俄罗斯法院没收西方投资者的资产，这表明俄罗斯对欧盟计划的反应是多么高尚和聪明。下一条评论：制裁已经对欧盟造成了双重打击，这种合法化的盗窃行为将是欧洲金融体系最终终结的开始，这是慢性自杀啊！下一条评论：幸好将是没有人会再在欧盟投资了。下一条评论：这不就是所说的偷窃吗？下一条评论：这样一来，全球南方的许多国家可能会三思而后行，考虑今后是否将资产留在欧盟。你可以看到布鲁塞尔的负责人有多绝望，他们跟随美国卷入一场战争，并正在承担后果。下一条评论：这个想法非常好。现在世界上又有130个国家知道他们的钱在欧洲并不安全，这将促使他们逃离美元和欧元，这将给欧洲带来不可逆转的后果。让我们继续在厄运中起舞吧。下一条评论：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的钱在欧盟并不安全。下一条评论：我早就说过，欧盟委员会正在使用纳粹的老方法，而这一切都是按美国人的剧本进行的。德国今天就脱欧。好了，这位网友呢还贴出了一张漫画，美国的坦克里站着总统以及媒体。那位总统指责对面的俄罗斯是侵略者，但美国坦克却打烂了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及叙利亚。坦克周围及下面，你看到处都是尸骨及血迹。下一条评论：这位网友高喊德国脱欧。下一条评论：从法律上讲，允许这样做吗？下一条评论：报道中有这句话，不过还需要为此起草进一步的法律条文，不合适的东西会被量身定制出来，法治是另一回事。下一条评论：那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再相信我们了，就是说比现在更少，你们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我祝福你们，在事情好转之前，必须让它变得更糟。下一条评论：我原以为我生活在一个法治国家呢。下一条评论：这就是盗窃，正如人民对着森林大喊。下一条评论：撒谎、欺骗和抢劫，这就是欧洲的一贯作风。下一条评论：欧盟计划永远不再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然后这位网友贴出的这张图讽刺欧盟现在的做法，图上的文字是：这是一个时间问题，先是混合汽车，然后是电动汽车，现在是纯素食汽车。下一条评论：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从欧盟撤出资产。欧盟这个怪物，我们看这张图要表达的不言自明了，对吧？下一条评论：德国脱欧的吸引力与日俱增。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欧洲官僚们不仅中饱私囊，还可以不受阻碍地进行他们的意识形态计划游戏，而不需要任何民主合法性。下一条评论：我称之为盗窃。接下来几位网友都骂这种行为为盗窃。下一条评论：我相信这绝对是违法的，不管我们对俄罗斯持什么看法，但我宁愿假设最后甚至必须收取利息，否则也许会被视为战争行为。下一条评论翻译成听得懂的话就是：欧盟正计划窃取俄罗斯的资产，这将导致下一个制裁乌龙球，欧盟可能无法从中恢复。下一条评论：欧盟正在使自己成为怒不可遏的寡头们的目标。当然，即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这种没收俄罗斯资产的行为也是不正确的。下一条评论：
如果俄罗斯从乌克兰领土上撤走自己的军队，并停止攻克乌克兰，那就很容易避免这件事了。下一条评论，这将使金砖国家变得更加强大。下一条评论，德国和欧盟不停地违反现行法律，俄罗斯对此表示愤怒，真的再也无法想象了。下一条评论，已经谈论了几个月，终于要付诸于行动了。乌克兰每天都有人死于俄罗斯的恐怖活动。下一条评论，法治国家，呵呵呵呵。下一条评论，让我们看看现在有多少国家计划清理在欧盟的账户，以防万一。下一条评论，作为反制，普京将冻结欧盟在俄罗斯总计260亿欧元的资金。下一条评论，这只意味着没有人会再在欧洲存钱，因为钱可以在那里被随意没收，然后被挥霍一空，这是监管政策的失控。下一条评论，这将是欧元的末日，没有人会再投资于欧元，永远不会。下一条评论，无论颁布多少法律条文，非法的东西都不会通过法律变得更合法，尤其是在国际法不容谈判的情况下。下一条评论，欧洲公司和公民在俄罗斯的工厂、飞机、机器和资产将何去何从？一如既往的带引号的深思熟虑。我们让欧盟那些蠢货们搞得一团糟，然后坐在华盛顿的人咧嘴在笑。好，朋友们，最后我们看看德国《时代报》的读者评论。报道本身不用看，因为都大同小异。第一条评论，去做吧，作为欧盟公民，我祝福你。俄罗斯是一个法西斯国家，需要让他知道底线在哪里。下一条评论，判处俄罗斯全额赔偿，没收冻结资金，并将其提供给乌克兰，才是公平和理所当然的。下一条评论，俄罗斯发出了警告，我们好怕怕呀。下一条评论，这是第一步。俄罗斯的数十亿欧元实际上将成为支付未来首期赔偿的基金。下一条评论，这在道义上也许是对的，从长远来看，这很可能会损害基于规则的开放的资本经济。上述欧洲资本市场信心的丧失将加强亚洲金融中心，并可能为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打开大门。届时，全球经济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这一进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下一条评论，金砖国家新货币的经济刺激计划，欧洲金融中心的这一措施是否真的经过了深思熟虑，还是他们认为自己再次拥有了最高道德？或者说，如果再次对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采取行动，其他国家将来是否能够没收德国、欧洲、美国的资产？那就好玩了。下一条评论，为了30亿欧元，他们采用了一种可能严重损害欧元区的手段。我认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这对全球资本流动的影响。中国、阿拉伯流氓国家，对不起，价值合作伙伴都会撤资。如果说我们从整个制裁政策中吸取了什么教训，那就是这个系统太错综复杂，无法预测所有的影响。下一条评论，俄罗斯被排除在国际投资者之外，美国的极端分子、共和党人正在阻止向乌克兰运送武器，我们的欧洲安全秩序岌岌可危，因此实施这一想法是顺理成章的。普京正在牺牲他的人民、他的国家，只有强硬起来，他才会清醒或者倒台。这也符合俄罗斯人民的利益，与我们的国家安全无关。下一条评论，如果去拿他们自以为有权得到的那笔俄罗斯收益，整个事情就会导致灾难。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最好组建一支200万人的欧洲军队，傲慢会导致灾难性后果。下一条评论，当美国冻结阿富汗的货币储备，并宣布将其支付给911事件的受害者时，欧洲一家大银行的研究员写道，这是美元主导地位终结的开始。现在这已经成为常识。如果根据当前的政策，合同不再有效，那么全球南方国家谁还愿意购买美国国债，或将货币或黄金储备存入美国呢？祝欧盟好运！
主权债务继续增加，欧元作为全球贸易货币的重要性正继续下降。好，朋友们，刚才与各位分享了德国国家电视2台推特账号上关于此新闻的网友评论，几乎一边倒的反对欧盟的做法。而德国《时代报》的读者评论基本上可以说，一半的人赞成欧盟的做法，就是说把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产生的收益交给乌克兰。但有大约不到一半的读者认为不应该这么做，否则全球南方国家将对欧元失去信心，而且可能加速中国的人民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进程。你们对欧盟的这一计划有何看法呢？请在评论区留言，非常感谢大家。